那真正让华府感到担忧的，还有就是大陆的这个工业的产能实在是非常的快速。一年，他这边计算说，35万吨的新舰入列，造船能力更是美国的232倍。美国在伊朗打了一个仗，结果呢，把自己给输下去了。最后呢，必须要到他的竞争的对手北京这边来去寻求，请他来帮忙你维持一个作为海上霸主关键的海峡秩序，因为你自己没办法掌控。好，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被视为中国大陆的军力要称霸印太吗？因为呢，这边华油这边也亲自做了一个认证，说解放军的军武全面的反超。他有特别提到这当中的特别几项的军武是这个华油特别担忧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来特别看。另外，今天也稍微关心，包括了在军力上面055鹰击18、鹰击20撕裂美国航母第一岛链的问题。今天我们会全面的做解读。好，川习会刚落幕，但是这个说是不是表面的和平呢？因为印太的海面上其实并不平静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媒体爆出的，中美元首正在握手谈和平，同时第一岛链周边有90艘的共建滞留，被视为是在区域的风控、联合作战跟战略威慑等级的一个最新部署。美国则是在这同一时间扩大它的这个军事动作，打造了关岛神盾系统之外，还部署海马士在菲律宾，并且呢，他这边最新预估在2031年，他要将舰队的规模不断的扩大至450艘。川普还说，他要继续的力推他的精穹飞弹的制造。那么现在说呢，这个金额恐怕高达了1.191兆美元，这是来自于国会所算的一个成本，远高于川普先前说只有1800多亿的金额那么，对于现在美国的国债都已经突破了39兆美元，如果再加上这种扩军的费用，恐怕财政上面的负担是相当吃紧，而且吃力的。委员怎么看这个习川会才一结束，先是这个90艘的共建滞留，另一方面美军在扩大在军事上面的各种准备行动，印太现在是更危险吗？中美是否步入所谓的修习底德陷阱？委员怎么解读？对，什么叫做修习底德陷阱？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很多这个专家都提出来过嘛。那么直白一点，用白话文说，就是当某一个强权在兴起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引起既有的强权的不安，然后这个既有的强权就会跟这个正在兴起的强权爆发冲突跟战争，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修习底德陷阱哦。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我认为中国大陆还没有陷入修习底德陷阱，可是美国已经陷入了。就是从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美国就已经把中国大陆当假想敌了。包含刚才永明都讲到了，你说连这一次的这个习川会，美国的媒体也并不见得给中国大陆多少正面的肯定跟期待嘛。所以代表长期以来，其实美国的媒体也好，美国的产业也好，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好，他就把中国大陆当成一个非常重要、正在兴起的威胁啊，能够尽早把它打下来就尽早把它打下来了，绝对不会手软的哦。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国在各个层面对中国大陆进行了打击，关税，中国大陆现在关税是美国所课最高的吧，55%了哦。那么我们看到的像这个高科技相关的这些这个设备的封锁，然后包含像这个地缘政治上的布局，其实都是以中国大陆当假想敌的。我觉得中国大陆并不笨，北京政府也清楚哦。今天不管习近平跟川普要见几次面，那么最终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敌意，事实上是不太容易降下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跟美国都在跟时间上做赛跑嘛。美国现在在玩的就是远交近攻的政策嘛。它短期之内在很多层面上没有办法对中国大陆真正造成实质的打击，特别是在军事力量的这个部署上，所以它必须跟中国大陆握手言和。然后，但是它却减除了中国大陆在其他地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盟友跟支持的力量。同时，它正在积极的这个打造自己的海军，新建自己的这个军备哦。那么一旦让美国完成了它这些相关的布局的时候，中国大陆就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了。所以我觉得北京政府也不笨，他也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这个在习川会的过程当中，第一岛链还有将近90艘共建滞留，这个也不意外啊。因为事实上，第一岛链有日本现在正在不断的这个蹦跳挑衅哦，那么这个还有菲律宾也企图在南海生事，那你更不要讲台湾问题现在是重中之重哦。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也没有手软哦，所以这就是我刚才不断的在强调的问题。如果今天第一岛链是安全的、和平的，不用有90艘共建了。习川会吧，
当然应该营造一个非常和平、欢乐的形象啊！你干嘛要摆这个90艘弓箭在那里呢？显然这是个两手的问题啊！在台面上我跟你交朋友，我知道你远来是客，可是我并没有放下我该所做的这些布局跟防范的措施。特别是我不断的要强调一件事，就是演习要投入的成本非常高，这个舰长很清楚啊。任何一场演习都不可能是免费的哦。那么中国大陆这么多场针对台湾的演习，都已经进逼到台湾的24海里了。那你认为说中国大陆演习是演习来玩的吗？演习给台湾好看的，吓一吓台湾，要耗费这么大的军事力量，要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吗？什么时候哪一天会不会由训转战呢？乌克兰就是最好的教训呢。俄罗斯当时演习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西方媒体看着俄罗斯用火车把他的坦克车运回去，大家都说哦这关过了，不会打了。第二天就动手打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它有它的盘算，它有它的 agenda， 它有它的时间表。对美国来说，它已经推到第二岛链了嘛。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思明给大家看到的，美国就是积极的在部署第二岛链的防御，但是某种程度来说，它就已经弃守了第一岛链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在中美的对峙之下，美军是否是陷入在修昔底德陷阱，大家也在持续关注。因为呢，从动作上来说，确实它现在正在快速的扩军。那背后其实主要我们也来看到，因为华盛顿邮报最新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呢，他引述的是美国的前 CIA 的分析人士说的，说中美之间在军事武器上面的差距哦，除了说在核潜舰上等少数领域呢，美国还是保有一定的优势跟领先之外，他特别提到，其实很多的方面现在呢是局部领先美军的，也就是中国大陆是局部领先的，甚至是快速的逼近。那当中的几款武器包括了飞弹、电子战、太空反制跟无人机无人系统，都是美军现在最担心的。那真正让华府感到担忧的，还有就是大陆的这个工业的产能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快速，一年可以新下的水军的军舰总吨位是美国的14倍，超过北约多国总和的3倍。那一年他这边计算说，35万吨的新舰入列，造船能力更是美国的232倍。但是美国呢，我们看到我们刚刚不是说吗？美国要造这个军舰达到450艘，但是现在它造舰的量能确实是非常的吃紧。再加上最新的事情，就是这个最强航母福特号被迫在海上连续部署326天，创美军史上最长纪录。许多的士兵说精神崩溃哦，有人返港第一次哦，出生的4个月小孩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杨老师怎么看这些现象？小孩出生4个月才看到，那是很难过的事情哈。对，虽然他大概是可以用手机在网络上看到。3点了，第一个。现在这个时间点，美国的军事还是全球 No.1， 对，这个没有话讲。它的军事预算是9000多亿，是中国大陆的3倍。它的全球的基地有750个，也只有它有全球有基地，而且各国跟它有签军事条约的，从北约到日本、韩国也给予它军事基地上的支持跟演练。那当然它有核子弹头5000枚。那中国大陆目前大概是600枚，可是第二点，大国的军事力量不是这样子在玩战争游戏的来比较，单纯比较数字，因为你不会真的进行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因为有核子武器，所以当核子武器出现的时候，核子强国不会直接的发生战争，那叫世界毁灭，所以呢，他就必须要用军事武力，也许透过代理战争消耗对方。最重要的是透过军事武力来去实践他的外交跟经济政策，要其他的国家在低头，然后呢屈服于他的军事的压力之下，然后呢可以在区域的秩序当中去惯行他的想法，比如说在中东，比如说在东欧，你看到美国，那过去美国就是无往不利啊，现在你发觉到处处撞壁，那就是为什么？那就从5月份开始。就陆续的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刚才大前委员讲，第一个5月1号，美国的《纽约时报》一篇好长的文章，就在讲美国的海军已经面临就是这个悲哀的衰落了。就刚刚你讲的一连串的数字，还不包含它还有好几个造舰计划，连续花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呢，就取消掉。最近一个就是去年下半年取消掉的
叫做新作舰造舰计划。所以它的整个舰艇的设计跟这个目前这个，如果说舰艇有怠速的话呢，那已经落后中国大陆了。然后呢，到了5月的第1个礼拜的时候，2位参议员在《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的空军已经输于中国了。好，所以如果你真的叫，然后你再看，最重要是美国在伊朗打了一个仗，结果呢把自己给输下去了。最后呢，必须要到他的竞争的对手北京这边来去寻求，而且刚才我讲的那个白宫的那个 readout 啊，他那个 fact sheet 里面他就提到，中国大陆跟美国同意这个战争怎么样，然后呢海峡的通行是跑到你的竞争对手来，请他来帮忙你维持一个作为海上霸主关键的海峡秩序，因为你自己没办法掌控。所以你全面的这种衰退，那这个时候倒过来就是，第一个，你对你的对手就没有办法用军事力来要求他政治上的退让；第二个呢，你对区域的影响力开始会衰退；第三个呢，这些国家就开始会选边了，就会平衡了，对不对？所以就整个秩序，这个全球的秩序就开始会在重组过程当中，那应该是动荡的。那这个时候大国就要了解，如果你用大国协调的方式的话呢，寻求一个基本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果能够做到的话，那其实是世界之福啊。好，对，同一时间，那我们也来看到，那大陆方面呢，现在在军事上面又有什么样子的准备？刚刚看到是美国，这边看到是大陆现在正在补足的是它的095、096等等，还有它的轰20，说希望能够好好的建立成军它的海陆空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搭配的就是6代机高超音速导弹鹰击18、鹰击20跟055万吨大驱，尤其特别重视在第一岛链这边，希望能够更加的安全，打退美国的航母。印太现在的霸权是不是重新改写？那舰长怎么看？4月23号的时候，我有幸去参加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军节的舰艇开放。那除此之外，我还去了这一个青岛的北方造船厂以及青岛港。那这不给我的感觉啊，也就是之前我们大家唱的中华民国颂的部分啊，也就是青海的船厂一眼看不完。而且为什么没有照片？因为他说因为我们看的不是军舰啊，是一般商船。他说这些商船它都也是分段组成啊。他说那个都是各个那航商他们的一个机密，所以我们不能拍啊。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的青岛港，它就跟郑丽文主席去看到洋山港一模一样，从这一个货柜的起调。一直到运输，然后一直到储存，通通都无人化，它都有无人车在那边运输。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了有关于军事的部分，我们就看舰艇就可以了。那我们看舰艇的话呢，我们看到如果说以驱逐舰加上护卫舰的话，它的数量，北部战区32艘，东部战区41艘，南部战区33艘，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透过这一些舰艇的部署。它真正的重心其实在东部战区啊。那除此之外，那有关于055的部分呢？那055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关于央视它公布的资料，只有一件事情，也就是它13000吨，其他的都是我们靠这个论文或者是靠它的外形来做研判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可以发射的飞弹。非常多啊，那有鹰击18，鹰击18其实它到末端的时候，它可以达到那个3马赫，那也就是3倍音速，那它的射程是在600公里啊。那有关于说它的这个红旗9的部分呢，我们不知道它放的是哪一型，从125公里到250公里，现在甚至还有480公里的，那通通可以放进去。不过真正该注意的是，以前讲到的鹰击21，但是是鹰击20的部分，也就是它已经把弹道飞弹直接放进它的一个垂直发射系统。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它的发射的状态。那如果透过詹氏武器的这一个Defense Weekly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双锥体可控制翼，也就是它可以在进大气层之后，它可以改变攻击的目标。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除了这样的
只要是具有垂直发射系统的，通通可以做啊。那另外，我们刚刚前一段我们还讲到了东风27的部分。东风27如果按照美国的资料的话，它可以打8000公里啊。那它的这一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去年的93阅兵没有出列，可是它也已经在去年的12月展现战力了，也就是实际上来讲，它从太原卫星发射场发射之后，它实际上飞了2746公里，但是它转了一个弯，也就是它实际上验证了它的一个在大气层中转向的部分。那至于潜舰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有095而已。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从这个美国的这一个海军的战略学院这边的一个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095之外，那还有096啊。那它的这个，我们看到095，它当然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垂直发射系统。那096是比较大的部分，那比较大怎么办呢？那它其实有各种的综合方法，也就是把这一个弹仓呢，就是它可以容纳我们刚刚讲到的飞弹，一个弹仓放3个。那这些到底是可以容纳哪些飞弹呢？我们在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鹰击15、16、17、20，通通都可以。那这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解放军的体系化建军。那它的攻击模式不是只有单纯的反舰飞弹而已，还有弹道的反舰飞弹，还有直接水面下的威胁。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军工整套输出有没有可能改变全球的军售版图呢？今天会来特别看到，包括了潜舰、鹰击18到歼35，北京不只是卖武器而已，还有包括整个中国版本的联合作战体系都直接外销了。那现在另外一方面，美军大家在讨论它的 F-35的神话是不是崩了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探讨。好，我们来看到的是，这时候大陆的军工正在整套打包，并且要输出吗？今天我们会来看到的是几款卖给这个巴基斯坦的武器。那等一下会一起来看，不管是鹰击18，或者是麒麟级的潜舰，或者是歼35。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鹰击18，这一次透过中国的官媒首次公开展示了深海潜射的一个画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画面。好，我们可以看到，透过画面呢，导弹命中了这个靶舰后，是直接撕开了一道横向大约是15公尺的裂口，爆炸威力几乎可以摧毁整个后部的舰桥。那么画面播出来之后，其实让外界感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个鹰击18，其实呢，它是中国大陆在遏制的反舰的导弹基础上自行研仿升级的武器，并且我们看到它具备高亚音速的巡航跟末端超音速的图防模式。巡航的时候最高是达到0.9马赫，那么末端可以达到3马赫的冲刺，因此会让拦截度暴增哦。火力的配置现在说会直接的输出给巴基斯坦来做使用。那么鹰击18其实也会用在麒麟级的潜舰上面。我们特别来看到是中国大陆接下来会交付一共是8艘的这个麒麟级的潜舰，前面4艘会中国建造，后4艘会技术转移给巴方自己来做生产，来提升巴国的国防军工产业。那么正式交付给巴基斯坦之后，水下现在来看到它的排水量达到了2600吨，可以连续潜航最多达到21天。搭载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鹰击18的反舰导弹。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陆方面也希望是不是年底前要卖给这个巴基斯坦它的歼35呢？央视也曝光了一架是编号0001的印有 AVIC 标志的歼35滑出了机库。现在说是不是就是给巴基斯坦的，也是第一款出口的歼35呢？来看一下歼35的小档案，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他们自己的专家，也就是它的总设计师。歼35的总设计师特别提到歼35的3个重要特性，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隐身性能了。官方也宣称歼35的雷达面积比人的手掌更小，推估只有F522的
的它的1/25而已。再来，它是高度的资讯化整合的，具有弹射、滑跃、双模式的起飞的功能。所以节目一开始也特别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刚刚看到的鹰击18到前舰，再到歼35一次打包卖给巴基斯坦，来看一下它的战力如何，又如何可以来改变在南亚这边的军力平衡。它影响会很大啊，因为原本印度它的基本的战力啊，它采购的是像例如说包括跟法国、跟美国等啊，还有英国的地面部队，它原本的战力，印度人认为它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对于巴基斯坦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不友善，甚至不礼貌。但是从去年的空战啊，这个印度完败。不是完胜哦，对，印度惨败啊，完败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印度的气焰突然间消了，这个时候巴基斯坦的自信往上升了。那最主要的就是用中国的歼10C这样的一个战机，现在更传出说鹰击18，鹰击18这个导弹基本上来说它是有3种发射的载具，你可以用轰6K 从空对舰的一种打击，你也可以用水面战舰，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潜射，这次它证明的就是用潜射的发射载具，它的作战半径比较远，它可以到600公里而且它的弹头我们叫做作战室它的弹头到300公斤左右，所以它本身可以炸裂一个这个导弹驱逐舰或护卫舰。那你想，当中国大陆把这种隐身的战机、潜舰还有这种导弹都给巴基斯坦的时候，它当然对巴基斯坦的海空一体战的作战能力当然就有提升嘛。那它会改变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对中东海湾国家的影响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印度跟中国大陆买武器装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大陆基本上不是很考虑它的武器装备去满足印度的需求。可是满足了巴基斯坦，也会影响到斯里兰卡因为斯里兰卡事实上还有孟加拉他们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已经表达出他们的兴趣。另外一个最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会来自于海湾国家，像沙特阿拉伯。沙特它在这一次对预防战争这个部分里面，它向巴基斯坦引进了2个中队的这个防空兵力，也就是空军那我们也看到巴基斯坦派出24架的战机进入了沙特，来帮他协防这个沙特的领空。这个代表说，如果未来歼10C的战机也进去，甚至歼35战机、隐身战机也都进去到这个沙特阿拉伯去驻防，或者是在那个地方演练的话，会使更多的海湾国家近距离的接触到中国这种隐身战机的特性跟它的优异性。这个对于中国大陆在海湾国家所武器的销售这个部分会多一个选项。因为目前来讲，像沙特跟中国大陆买的彩虹无人机已经多了，还有就是洲际弹道导弹，另外防空的导弹系统都有。可是传出来的有关于这个驱逐舰、护卫舰，还有导弹，甚至战斗机这个部分，如果这一块空白能够填满的话，大陆对于中东国家的影响力当然就会更大。我觉得目前来讲，用巴基斯坦同样是穆斯林的国家作为一个武器的一个战略支撑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选择。好，针对刚刚赖老师特别提到的是中国透过巴基斯坦是不是接下来卖武器到波湾国家去，甚至是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等一下我们会请聂老师就这个部分，我们再做比较深入的继续探讨。那刚刚同样的问题讲到了这个鹰击18、前舰35等等卖给巴基斯坦战力的部分，那舰长又怎么看？其实我们在研究中国大陆它的一个战略的时候其实不能用美国的视角来看。为什么？因为中西的战略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西方来讲，他们讲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对于中国来讲，其实讲的叫做韬光养晦。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鹰击18，如果我们从中国大陆的视角来看的话，那叫做过于落后，可以展示所以它展示出来，那也就是我们在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多的飞弹，我们当初以为是跳号或者是研发没成功，然后93阅兵一筐子一起拉出来。还没有试给我们看，因为过于先进不能展示。那但是我们讲到有关于这一个歼35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中国大陆最有意思的部分，它是在什么时候展示？它是在有关于5·1国际劳动节的一个晚会的这一个视频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原来它这里是告诉我们，它产出了一个0001号的这一个歼35，可是这个歼35为什么它上面完全没有解放军的各种标志？因为那是外贸型的，那也就是说，它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性能的一个降低。那当然，巴基斯坦知不知道？未来要卖的话，他一定知道。那但是有几个特点它还是存在的，例如它这一个，那从美国的角度，它叫做DSI 的一个进气道，那中国的说法叫做棒式进气道。这种进气道呢，其实它可以有效的将超音速的这一个空气引进来之后，变成高压低速的那个气流。那这一种气流呢，可以让它的发动机容易使用，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逆中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就是在使用的现在这种部分，大家喜欢讲西方的对 F-35是啊，那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歼20、歼35也通通都是啊，那包含了这个枭龙也是使用这种棒式进气道，但是西方用的，因为他们研究的是脐橙以及他们投产的过程非常久，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比较少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常常有一种说法啊，这就是美国的智库啊，或者很多政治人物说，中国大陆没有打过仗啊，所以他们的这些装备呢，可能都是纸老虎。对，那中国大陆是没打过仗，代表着中国大陆其实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呢，我们还在停留在当年的越战、当年的韩战的作战的方式吗？不，现在连《华尔街日报》都已经指出，现在的战争已经全面性的改变，改变的赢家是哪一个国家？对不起，《华尔街日报》讲的中国大陆。也就是当它这样转变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不能再单立于过去，用过去的知识进行现在的决策，应付未来的威胁。那未来的威胁是什么呢？那例如说，我们看到潜舰的部分啊，那潜舰的部分，那个我们也看到，他们其实买了这一个叫做麒麟级的这个潜舰，这个潜舰其实一样啊。可以输出的时候，就代表过于落后可以输出。那也就是它跟039的是很像的，但是下面这一艘呢，没有人讲清楚这是什么，这就是700吨被美国对不起7000吨被美国一直怀疑的，现在中国大陆正在产制的这种中型的核动力潜舰。那现在大家都说，哎呀，这个解放军的那个潜舰出来啊，还没出港，大家已经听到敲锣打鼓了。那就是我讲的，你用30年前的解放军的能力啊。那如果我们来看啊，那个对比一下，这一个是美国海军研究院，那他对不起，美国的海军战争学院他所提出的报告，这份报告里面到底说了什么？他说的是，解放军的潜舰现在它的噪音程度不断的下降。也就是它已经不是像当年的汉级的那一种敲锣打鼓的那种潜舰。为什么？因为当年啊，解放军引进了 Kilo 级潜舰。Kilo 级潜舰在于北约叫做什么？叫做深海黑洞。深海黑洞叫做什么？最高等级听不见。那听不见它的声音的时候，你更不知道它的存在。为什么听不见？因为它所有的装备会发出音响的，无论是发电机啊，无论是它的那个各种机件，它都使用这种气垫的气阀来减缓它的声音。甚至呢，现在过于先进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讲到039的这一种，它连烦躁它都做有角度的。它要来折射这一个声呐的部分，但这一个部分呢，实际上来讲，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篇论文啊，那篇论文已经发表过了，那也就是3年多前的内容。但是它也告诉我们，解放军不断的在进步。那如果我们要研究解放军，也要跟着进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一系列的武器都升级了，那现在是卖给了巴基斯坦。其实看在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波湾国家沙烏地阿拉伯的眼里哦，他其实也是希望能够买大陆的武器的。那尤其是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当中，他们特别看到的是说，在这个分散风险、武器分散风险的一个重要性之外，也碍于他们和美国相较比较友好的关系，现在只能透过巴基斯坦来引进或者是使用大陆的武器吗？所以现在值得注意的是，背后其实有一
套模式哦。这边叫做沙烏地出钱，巴基斯坦出人，那中国出装备。所以市场盛传最新消息，沙烏地阿拉伯可能提供高达120亿美元来协助巴基斯坦购买大陆的高端武器。这代表说沙国想要降低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巴基斯坦当然了，他就是拿了这笔钱，也可以提升买大陆更好的武器。那中国则是可以把它的影响力带进波湾地区，而不只是在南亚而已。另外一头比较糗的事情是，美国的 F-35，现在西班牙开始改变他们的想法了，传说不只对 F-35的态度保留，而且也将目光转向了土耳其自研的可汗战机。这几件事情，聂老师怎么看？对，的确有这样的模式。我们现在讲，您刚讲到这个沙特出钱啊，巴出人，中国啊出装备，但这一套这个系统，这一套模式已经可能不是只是沙特，而是整个海湾国家的趋势，甚至还不是海湾国家，而是整个包括甚至你刚刚讲西班牙，甚至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你信不信？非常清楚的啊。各位，228这件事情打下去之后哈，也就是川普攻了伊朗而不告而打这一件事，3、4月其实好多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在海湾国家都被对人反击了。譬如卡达，其实早就发生这件事，卡达的乌代尔机场被打了以后，他们就严正在思考这件事，因此他开始深化跟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这个东西声音已经反交成上，只是他没有正式签约那个20亿美元的动作，但是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动作了，也就是他知道他想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因为他知道他们跟美国只要用美国来保护，你会发现哈，美国的保护装备实力在这个地方其实它不一定这么强，这次被打击到，他们感觉到没有那么强之外，最重要的是占有的道义并不会有，也就是美国都会为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只要你用了美国基地这个所有的军事设备，你就会发现美国的技术后门不会给你，这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呢，技术后门受限，第二你还会受制于美国的他要的未来的军事政策。这样子你有自主性吗？因此，卡达乌代尔这个机场发生事情就已经跟巴基斯坦就准备签约。当然，沙特这次跳得很快，而扎得更重6倍，121 USD OK 美元要扎下去，这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就是要跟巴基斯坦呢来做这样的一个深化的一个国防的这个军工的这个装备的这个购买。各位，你要了解巴基斯坦这国家，你以前也不觉得它有那么厉害啊？为什么这些感觉很厉害？对。但不管怎么说啦，全世界8个核武国家8+1嘛，那除了安理会5大国之外呢，当然除了北韩就是印度还有巴基斯坦，所以你不能对巴基斯坦小觑哦。巴基斯坦也不能小觑看它哦。巴基斯坦它国防工业也是够强的，但是重点是巴基斯坦国防都是中巴合作，所以中巴合作这是重点。而中国有个特性叫它生产东西是量产。价钱低，叫做性价比很高。第二个呢，它基本上不会给你有所谓的政治附加条件。最早中国到现在大概还不到他认为可以到霸权给政治附加条件的时候。这时候，请问你买谁的东西来，你会比较划得来？光从性价比你就划得来。那当然，你以后还有自主性。那为什么印度当时有很多时候不愿意买美国，去买了俄国，都是一样的道理。那飞机，因为美国你要控制你，现在。以前的海湾国家认为说美国控制没关系，你会保护我。现在发现你控制还不保护我，当然我要转移。所以这个是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趋势。现在呢，媒体的资料显示，这一次第2次访中的规模会远远的不如在9年前，当时在2017年中国大陆给这个美国的规格。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这个规模的细节哦。那然后呢，外媒就说，难道习近平不再仰望川普了吗？中国手上控制的包括了稀土、荷姆斯等等。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来跟中方一起做交易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习川会其实很快哦，本周4 14日正式的登场。私下层面，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到，从行程、从规模来看，外媒说已经不如2017年当时有这种帝王般的一个规格待遇了，确定不会再有，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一下当时2017年跟今年的规格列出来，同样两边呢都是3天2夜，只是说这一次今年哦，真的从扣掉了说这个飞机落地的时间，一直到下榻啊等等，真的有的行程其实呢只有1天半的左右的时间而已。那当时呢，其实川普到访中国大陆的时候是由习近平的夫妇一起陪同的，现在说是降为国家元首的等级的一个接待。那么再来就是
在当时呢接见的地方，包括举行晚宴的地方，是在象征皇权的紫禁城。但是这一次呢，参访的地点是天坛公园。那晚宴的地点当时也是在紫禁城，这一次则是不是在紫禁城了。我们看到美国带的企业代表当时有29人，但是现在几乎是减半，18人左右。中国当时在2017年下的订单其实是非常大的，签下了2000多亿美元的大订单。现在是说今年恐怕难以突破当年9年前的这种大订单的规模了，是这样子吗？大陆第2次接待川普不再给帝王般的规格，怎么解读？苑老师，大家要知道哈，这个在外交的场合当中啊，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就从2017年到2026年啊，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奇大无比，几乎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形容啊。我印象中非常清楚，这个2017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啊，大家都是有一点惊讶，因为川普原来啊是以一种电视主持人的方式，然后就是用各种的情况下，那个2016年川普刚选上到2017年的时候，那正是要重新建造美国那个蓄势待发。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川普一开始很听话的，都是用将军当国务卿啊，后来通通闹翻了啊，那都不晓得到了第2任都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川普这边的话呢，他自己是制造这种结果，让中美的关系的话。2018年的5月，我印象中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美国的副总统叫 Mark Pence。Pence 的时候呢，对这个中国讲话的时候，2018年5月，我那时候在上海听到这个演讲的全部内容，我当时听完就感觉上跟宣战一模一样。后来就开始一连串的科技战打压，然后当然了，有个拜登总统的话呢，是创下有史以来美国唯一的总统，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当然，因为疫情也占了一部分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非常重要，就是说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从基本上啊。就是说，从这个仰视啊，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我印象中非常强烈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89年回到大陆去的时候，我家里的亲戚哇，他们一提到美国，真的是把卡利福尼亚都讲在哈利路亚了，你知道，那感觉上就是非常非常激动啊！我跟大家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啊，那到现在来讲的话呢，因为去年呢出现了那个劳 A 的斩杀线以后，大家发觉美国哈，第一个贫富不均呢。第2个，在美国赚钱非常不容易啊。第3个，美国没有医疗保险，不能去啊。你一个牙齿坏掉，你就马上就要在流落街头，流落街头活的年龄啊，大概不到3到6个月啊，就这种情况。美国就是这么情况，你不能没有钱。你在美国有钱，我们只报道有钱人都是跟着。其实说句良心话，我说句良心话，这个规格啊，各方面啊，是不会在外交仪式，这个叫 protocol 啊。那美国的幕僚他们之所以在讨论了很久啊，很多人觉得说你原来在天安门啊，你原来在紫禁城啊，那你现在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呢啊，感觉不一样。这个美国的所有的幕僚他们都会争执的。那美国的幕僚争执，以前我在留学的时候，那个布鲁塞尔的时候是欧盟的总部，是那个来的时候，美国总统一出来就24辆车，那大陆的领导人出来也是24辆车，这是他们的 protocol， 这是一点都不能省的。那这里头他们会协商。至于说我们在讲的到紫禁城当皇帝，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重点，但是重点是接下来他带的代表团里面要干什么，要买什么。然后呢，这一次很明显的是，这个2017年的时候是中国有求于美国，那这一次的话很明显是美国。我今天想了一下，我来不及念，大概有7、8件事情只有求于中国的是这种情况下，比如说3B啊，我举个 beef and Boeing 啊，那这个大家3B 里面就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网开一面多买，但是中国本身来讲，一定是拿着要买的东西当成一个钓饵，就挂在高高的，让美国这个狗跳来跳去这种情况。好，那我们等一下也请干哥笑成这样。好，我们等一下也请玉珠来帮我们看，到底是中国有求于美国，还是美国有求于中国比较多呢？刚刚其实苑老师有特别提到说，中国有求于美国的是3T， 那哪3T？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包括了tariffs， 还有 technology 跟 Taiwan， 这当中包括了关税、科技、台湾。那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的部分则是5B， 包括了 Boeing 这个波音飞机，还有 beef 美国的牛肉，还有 soybeans 大豆，还有就是投资委员会 Board of Investment 跟贸易委员会 Board of Trade。等一下一起来看，再来就是川普不断的强调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他将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跟他过去这个态度上的作风完全不一样。现在到底谁比较占上风？那玉君又怎么解读？这个我们以前看一个那个康熙大帝说，这个我希望再戒500年哈，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帝王也有戒500年，因为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时空上面啊。一个呢，他在跟2年的时间赛跑，一个是没有时间任期式的一个领导人啊。所以呢，一个呢是在这个大交易的一个思考下，一个是在大战略的思考下。你看，关税是一个5年的计划，科技是一个10年的布局，台湾是一个30年的主权。对，那川普都来想什么？川普都在想2年后的选举。对，这个刚才老师说这个 beef 啊 soybeans。这两年的大豆，对不对？他这个选举，他这个 beef 里面呢还很好笑，这个 beef 农民的想法跟这个消费者的想法还不一定是一致的。对，这还不一定搞得定。对，所以就是说，一个呢在想大交易，一个在想大棋局，所以这个2个领导人呢，在这个层次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因为我觉得。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我们从数字上来看的话，这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将近6%，从大概20%降到现在不到14%，就是整体的调整，就是这个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体质的上面的转变。而且它的国内的经济体有没有实质的改变呢？那我们看了很多数字也很难有个定论啦。就是说，因为你看一些中文的一些报道跟美国的报道不太一样。那美国的报道，因为很多人已经讲了20年中国的经济要崩盘嘛，那中国很多报道说他们中国内部的经济其实越来越好的趋势啊。那这个我不太清楚。那只是就是说，你看到就是稀土确实是中国掐住美国一个咽喉点，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咽喉点啊。那你换另外一个方向看，这个咽喉点确实是中国手上的一张王牌。那你从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跟有效性的问题2个去看的话，那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担心什么呢？第一个是到底谁需要谁更多？是美方需要中方更多，还是中方需要美方更多？这是一个层次。第2个层次是习近平需要川普更多，还是川普需要习近平更多？这是第2个层次。那虽然川普不再需要选举，但是他在共和党内，或者是说他还有他的接班人的问题，还有他家族的问题啊。我们前几天看到，哇，这个川普家族太厉害了，他当总统2年，他家族的这个财富翻了3倍啊，从20亿美金翻到60几亿、70亿美金啊，这个哇，那这个以后我看很多富人都要来选总统了啊。第2个是谁主导了议题？那这些议题是由谁来绑定的？是啊，就谁主导议题，就是说，这个钱在谁手上？比方说科技战啊，这些这个技术在谁手上啊？这个关税啊，我们为什么说关税？因为中国是出口方，美国是买方，或者说大豆、牛肉谁是买方，谁是卖方？这些议题是谁由来绑定的？那最后，我觉得台湾议题大家比较担忧的就是说，你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到8A7公报到6项保证，台湾问题不应该被拿到谈判桌上来谈判。那今天这个议题到底是谁放上这个谈判桌的？是说美方提上来的，然后中方就干脆回应了，还是中方提上来的，还是中方只是讲说我不要讲武器问题，但是我不讲其他台湾问题？那美方最后会不会做出让步，说我反对台湾独立？这是完全反对民主的一种做法。是。那我觉得，如果川普做出这样子这么多的让步的话，那我觉得我刚才3个答案都非常清楚，他显然一定是在居下方的一部分，要么他何必要做出这么多，连他党内可能都不一定会对他满意，或者对他了解的做出这么样的一个事情来的。好，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干哥，就是说谁比较需要谁多一些，那谁更胜一些些？刚刚玉君也帮我们提到，一边是大棋局，那一边是关乎很快的就自己的选情，那干哥又怎么看？好，你看，如果说如果中国人自己讲说，习近平也有荷姆兹海峡，讲这句话的话，是中国人自己讲的话，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自夸嘛，对不对？对，不是，这个是 BBC 报道的。其实这个是来自哪里的？布鲁金斯美国智库研究学者，他讲呢，中国就是有像伊朗那样，你没有办法能够越雷池的荷姆兹海峡那一条海峡
就叫做稀土。所以玉军刚才讲的很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在 AI 的正式揭开的这个两边的科技战的时候，你知道中国的跳舞机器人不是很出名吗？对不对？搞到春晚上面也有啊，对不对？现在这等于是在 AI 的产业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议题跟亮点。但是呢，它需要非常高阶的晶片。这个高阶晶片要从哪里来？从辉达来。对。还是要跟美国买？没有关系。习近平这次跟那个川普见了这个面之后，就在想，他一定要问他这个问题：我的机器人还要跳舞啊？那请问你给不给晶片呢？如果不给的话，是不是？那我们的荷姆兹海峡就会跑出来，那就叫稀土。其实中国那个分析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随时可以中断供应链。美国自己本身是有稀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自力开发稀土的生产跟洗矿，那还要在20年。他们说现在川普希望在12年之内，美国的生产线自己要能够对于明尼苏达州以及北卡罗来纳的就是矿岩，能够自己来精炼稀土。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这一次我们会谈除了就是说像这个你说晶片贸易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就刚刚玉军有提到的，那台湾问题到底要不要谈？一定会谈。可是就像中国希望什么？希望川普你要说出4个大字，叫做反对台独。就是 do not support。可是说句实在话，要叫川普讲出 do not support， 这个可能是比登天还难。为什么？因为依照他们的外交辞令的惯例，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嘛。因为以前普通都是说就说那个反对嘛，就是 opposition 嘛，对不对？我讲反了，就是说应该是说他讲不出反对 opposition 他只能讲得出不支持的 ，do not support 的，不支持，对不对？我讲反了。但是你现在来讲的话，我习近平当然是希望你要讲出 opposition， 就是反对，完全反对。那那个川普能讲这种话吗？他讲这种话，可能回去以后，他在众议院跟参议院他都完蛋了，对不对？对，因为这有违他对台湾的承诺。那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我讲句实在话，那个1.25兆对台湾的那个军售在我们就是说认知的专家里面看起来，这个议题根本就是过度炒作了。为什么？因为其实这1.25兆的军购里面没有真正能够防卫台湾的武器。这件事情中国清不清楚？很清楚，因为真正的攻击性武器美国没有卖给我们。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希望能够拖延。就说至少你今天川普来跟我谈过以后，你不要回去又卖东西了嘛，对不对？你又卖武器给我们的话，那我们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以你今天能够站在你不支持台独的立场，但是对于台湾的武器供应的话，是不是能够再延缓一阵子？那这样子对双方其实都是有利的。我认为他们会谈到很细的部分，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说。就是打工作揖，然后去天坛一起喝下午茶，这样就可以解决了。我相信川普是实事求是的人，更何况在贸易部分的话，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谈，不是只有稀土，还有石油、天然气，还有那个乙烯跟丙烯等等，像这些问题，老实讲一句，都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议题，那恐怕是要花费一段时间的。